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今天我没有太多的工作，我想今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那我可以在家听音乐，出去做一点点的运动，我可以回来在我的家做饭，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在家自己做饭。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现在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。那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。这个是一个冰箱，这是一个冰箱。这个我的家有很小的冰箱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不到我的肩膀，所以这个冰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冰箱里总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有蔬菜、水果、海鲜或者是肉。但是呢，这个冰箱太小了，所以这个冰箱总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冰箱里有很多的冰。那今天我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冰箱的门不可以关上，这个门关不上了。为什么呢？昨天晚上买了很多的东西，我买了鱼，我买了披萨，冷冻的披萨，我放在这个里边，可能没有关好，没有放好。那这个冰箱现在在这儿结了很多的冰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冰箱里边，我装了很多的东西，结冰了以后，现在昨天晚上我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关好这个门，所以现在这个冰箱关不上了。我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好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看一看。我刚才上网看看，如果冰箱结了很多的冰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找到了一个办法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办法有用没有用。第一步，它让我把这个冰箱的电源拔下来，因为刚才这个冰箱插电需要插电，所以现在我需要把这个电源拔下来，所以这个冰箱现在不工作了，现在这个冰箱不用电了。第二步，我要把冰箱里边的东西，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在冰箱里边有两个很大的盒子，所以我需要把这两个盒子拿出来。里边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一会儿我们看看这里边我装了什么东西。这是另外的一个盒子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已经坏了，在这儿也有很多很多的冰，真的是让我很头疼，让我太头疼了，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解决这种想不到的问题，就是本来我今天应该休息很轻松的，但是现在我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麻烦。好，那这是第二步，我要把这个冰箱里边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所以我把这两个盒子拿出来。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冰箱是空的，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。那这个冰箱有两层，这是第一层，这是第二层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的上边有很多很多的冰结了很多的冰。那这个第三步，我要拿一个盆，然后在这个盆里边我要放热水，我把热水
放在这个盆里边，是我需要加100度的热水，然后我刚才烧了一些水，所以这个是热水，我加热这个水，那我会把这个热水倒在这个盆里边，这是100度的非常热的水，我放在地上。这个盆里边我倒了很多的热水，然后我需要用一个干的毛巾，我会把这个干的毛巾放到这个冰箱里边，我放在这儿，放在这一层，我会把这个盆放在里边，希望这个办法很有用。那我会关上这个冰箱，我需要等10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10分钟以后这个冰能不能化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在等这个冰箱的时候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冰箱有关系的一些东西。在这个冰箱的门啊，这个是冰箱门，那这个冰箱门上边会有一个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呢，这是跟电有关系的，所以如果是上边是1到5，那这个是表示它的用电的多少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是1，那可能它用的电是最少的；如果是5是红色的，那用的电是最多的。所以在很多的电器，在电器上边它都会有，比如是1、2、3、4、5。那我的这个冰箱是3，也就是说用的不是最少的电啊，不是最节能的冰箱。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上边这个冰箱是有2个门，那这个是保鲜的，我常常可以把新鲜的蔬菜水果放在里边，牛奶、奶酪等等，我会放在这一层。那这个可能是我要很快要吃的，可能1天2天我要吃的东西，所以在里边有很多的果汁奶酪、柠檬、水果等等。好，下边的这一层呢，我们看看我冷冻这一层是冷冻的。那我常常会冷冻什么东西啊？我会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冷冻的里边。有的时候我喜欢很快的，比如我的工作很忙，但是呢，我不喜欢点外卖，我不喜欢叫外卖，所以我会买这个半成品。半成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加热很快的，我可以吃这个菜，比如披萨，这是一个面啊，这个面是冷冻的，我加热，那这个面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是我不用自己做，我也不用叫外卖，但是我可以5分钟、10分钟很快的加热这个面，我可以在我的家吃饭。那我也会买一些牛肉、牛排牛肉，所以我可以做汉堡包，或者我可以用这个牛排和面包在一起吃。那我也会买这个火腿，但是因为我不常常吃很多的肉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买了这个东西，但是我没有很快的吃完，所以呢，我会冷冻这个肉。我知道不是非常好的办法，但是如果吃不完，可能我会冷冻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冷冻一点点的奶酪，哇，上面有很多的冰，可以看到吗？奶酪，我知道这个也是不可以冷冻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我的冰箱里有那么多的冰，因为里边的东西太多了。还有冰淇淋，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做很多的面包或者是蛋糕，但是我吃不完，没有办法，那我会放在冷冻里边。我会冷冻这个面包，
比如1个星期、2个星期，我可以慢慢的吃。还有一些鱼，有这个鱼和虾，我喜欢吃海鲜，还有冷冻的蔬菜。这个有点奇怪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买了新鲜的蔬菜，很长时间我忘了吃，所以这个新鲜的蔬菜坏了。但是我想吃的时候又没有新鲜的蔬菜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买一点点这个冷冻的蔬菜放在里边，就没有了。差不多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好的习惯，冷冻很多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吃更多新鲜的，对吗？新鲜的水果、新鲜的蔬菜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，买一次东西，那我要多一点儿。如果我有时间做饭，那可能我会做1个星期的菜，或者是3天的菜。这样的话，我不需要每天做饭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麻烦。本来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做饭呀、听音乐呀、看电影啊，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麻烦。现在是骗人的吗？可能是骗人的这个办法，因为等了15分钟，完全没有这么慢。他们说很快很快就会化，为什么会这么慢？可能我不够有耐心，还需要再等一等，或者这个冰太结实了，太结实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。以前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长时间的，有时候呢结了一点点的冰，然后想哦，这又不是很大的问题，那我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。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个情况会突然那么的严重，所以现在这个冰箱的门已经关不上了。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，就是我们在发现一些事情，可能有一些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问题不太严重的时候，比如我们的身体可能有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，或者是我们睡觉睡得不好，或者是我们会掉头发，或者是腿疼，那为什么？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，哦，你应该多休息，你应该多睡觉，你不应该做太多的运动？那这个问题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，不是说一天突然结了很多的冰。但是呢，我没有想早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早一点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可能就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，不会这么麻烦。那这个也是一个让我去想一想，哦，有一些事情可能我发现了，可能有点麻烦，但是我应该很快的去解决。我觉得我在这儿的这些吃的东西可能也要化了，对，这个虾可能也要化了。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些问题，你们会不会冷冻很多的吃的东西？那会不会把这个冰箱里放满，放很多的东西？就是一次会买很多，放在冰箱里边，可能1个星期不会再买东西，呢会吃很长时间。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？保鲜里边你会放什么东西？冷冻会放什么东西？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那我爸爸他会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哦，他小的时候没有冰箱，可能有冰箱和没有冰箱都会有一些解决的办法，可能会这个有冰箱可能会更方便，或者给我们更多的麻烦，因为我们会很懒，我们不想去出去买东西。那你们觉得呢？那大家可能很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。这个办法真的可以，真的很有用。这个冰慢慢的化了，但是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又有更多的问题出现了。我开始打扫厨房，拖地，因为在地上有一些水。我的衣服、我的裤子脏了，所以我洗裤子。如果这个冰箱的情况很严重，可能需要
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，那可能你用这个办法以前，你需要把这个东西，就是吃的东西拿出来，可能放在一个很冷的地方。那我的情况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准备这些吃的东西，现在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，那这个冰箱没有很大的问题了，这个冰慢慢的化了，但是这些吃的东西，我觉得比如像海鲜可能坏了，所以不能再吃了。那可能我会有点儿浪费，会扔一些东西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好的，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，可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我是 Annie，我们下次再见。